寻梦者，你还好吗？是我啦，德丽莎。你怎么会？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哈哈，我刚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也问了自己这个问题。至于它究竟该找谁解答？哎呀，别用这种眼神盯着我嘛，就算是我也会害羞哦。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的？维塔，你最好能在1分钟之内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我可什么都没做。你想嘛，如果我的意志真能凌驾于系统，系统刚刚又怎么会过载？说到底，是系统判断我们的德丽莎主教适合这样的衣装，而且根据我的猜想，他多少也反映了德丽莎主教内心的愿望。我的愿望怎么可能是变成这种没用大人的样子？最多只是梦里有过。可是我登入了这么多次，好像一点都没变过。当你的愿望有所改变，又或者找到了更多关于自己的答案，说不定也会有新的变化。你在暗示什么？只是顺着我们可爱主教的疑问，提出一个无关紧要的猜想而已。算了，和这个女人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。寻梦者，我们还是尽快展开调查吧。是啊。呀，你不会还在想他吧？放心吧，只要按照我说的做，你终究能找到你想要追寻的答案。你看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吗？大家好好加油，无趣的事我就不参与啦。维塔，你居然拍我的头！习惯就好，他至少没有捏过你的脸。如果你想回味，我可以。我不行。打扰一下，请问那边的观景台上方，之前有没有被称作末日之矛的巨猫？从没见过，我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个名字。如果范围扩大到整个欧夏呢？应该也没有。倒不如说末日这种词只会在小说里出现吧。那你有在欧夏听过或亲眼见过什么奇异现象吗？比方说影子组成的怪物和那……看你的样子是大学生。是的。这位同学，你确定你要在欧夏研究奇异现象？在这个现实主义的年代，研究这个恐怕只能是无中生有。就像你刚刚说的影子怪物一样，除了小孩谁会信？我猜你多半是从哪儿听到某某专业未来可期才会选择如今的方向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，这套话术10几年前就有了，可他描述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？老师这边还是建议同学想办法转专业，最好选择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专业，等你毕业了根本不用为找工作发愁。欧夏哪来的猫？至于奇异现象，那你算问对人了。我前几天吃饭的时候，手背不小心沾上了肉渣儿，本着不浪费的态度，我就往那儿吸了一下，谁知道这一下竟然给我吸出了血印子，而我的手背明明没有任何伤口。出于谨慎，我赶紧查阅了欧夏百科。综合欧夏百科的热门回答，我断定这极有可能是某种皮肤病的表现。为了验证想法，我又在手指、小臂和大臂各吸了一下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我还是吸出了血印子。于是我赶紧跑去医院，只是在医生面前，这皮肤能被吸出血的毛病又消停了。这够奇异吧？老实说，
你这程度都上不了黄金档的热播科普节目，我猜你要么只是牙龈出血，要么是吃错东西，吃出了自己是吸血鬼的幻觉。我好像还真有可能吃错了东西。不行，我要找亚兰投诉。牧场货本来就贵，居然还有店铺以次充好，以假乱真，这不是坑人吗？我记得亚兰是数据之海管理员吧？现在怎么又开始管理牧场了？你在说什么？牧场是数据之海的别称，牧场货就是由生活在数据之海的生物加工而成的高级食材，这不是人尽皆知。哦，我懂了，你一定是反牧场分子，怪不得听不懂行话。我想，这里的数据之海应该发生了某种良性的变化。德丽莎主教，我们之后找时间确认一下吧。小妹妹好可爱，能不能跟姐姐一起拍个视频？姐姐是短视频博主哦，正在做街头采访，想给我的粉丝们都看看可爱的你。寻梦者，我能选择拒绝吗？眼下我们没什么线索，要是能通过这种机会提升知名度，说不定有利于之后的调查。更何况，她都叫你可爱的小妹妹了。这家伙根本就是在憋笑吧？算了，反正除了你和维塔，这里也没有认识我的人。你好，请问你要问什么？不用这么严肃的啦，这只是个街拍，放松，畅所欲言就好。小妹妹，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冷静理性，认真负责，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，这样成熟的大人。哇，还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回答呢！没想到小小年纪就有这么高的觉悟了，现在的小孩子还真是不容小觑啊。觉悟嘛，也许吧。不成熟的孩子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是因为背后有温柔的长辈揽下一切负重前行。当为他撑伞的亲人离去，孩子长大成人，这次就该轮到他为别人遮风挡雨啦。所以我要成为成熟稳重的大人，值得依靠的长辈，才能让冒冒失失又一往无前的后辈们安心呀。哇，在这种年纪能说出这种话，真是好厉害！谢谢小妹妹的回答，姐姐祝你早日走上你所期望的道路。谢谢，我会的。不过说起来，你刚刚描述的大人倒是让我想起了最近在社交网络上很火的2位街头艺人，利托斯特大师和他的搭档多尼戈尔。利托斯特，他们怎么会在欧夏？这是什么问题？我像小妹妹这么大的时候，利托斯特大师就已经在欧夏表演死里逃生的魔术了。那能麻烦你带我们看看利托斯特大师的表演吗？好呀，跟我来。当小孩真的好累。可我还没听够哎，小妹妹。我们到喽。好，谢谢姐姐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几年前，观看戏剧表演还不是欧夏人首选的娱乐方式，但如今，白之星剧院已一跃成为欧夏最受欢迎的娱乐场所。请问利托斯特大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？又是否会加入这股戏剧热潮，放弃街头演出，转而登上剧院的舞台？脚踏实地之人，既可谛听风的呼唤，觉知草的脉动，还能以双手触碰连缀此世命运的丝线。没错，在简暗天启圣灵的注视下，我即是术数，我即是万有。反观那硕大的暗室，我在其中看不到任何生机，光是在意识之海中幻想那一光景，便双腿抖颤，遍体冰寒。若是随这股热潮而上，恐怕过不了多久，我就将命运其中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这是直播，别搁那儿没遇人了。
漂亮姐姐，拍我拍我！好的。利托斯特大师的意思是，我们的故事本就从街头开始，如果忘记自己来时的路，一定很快就会被观众抛弃。对魔术而言，街头才是最好的舞台。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越近，观众就越想找到破绽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当着观众的面藏起所有破绽，并让他们也成为表演的一环。当然，赞美街头并不意味着贬低剧院。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想和利托斯特一起看星星公主的第100场公演呢。好，谢谢多尼戈尔的回答。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的问题吧。利托斯特大师，请问您如何看待白氏集团继承人白吉近日2度开价，意图向您买下多尼戈尔一事？对深陷泥沼之人施予指引，乃是简暗天启圣灵的义务。在下一介俗人，岂敢无端僭越？多尼戈尔，请问利托斯特大师是什么意思？他说神认为白少爷没救了，赶紧抬走吧。哦，这究竟是大师的想法，还是你的想法？快调整机位！大家可以看到，不知是不是出于巧合，刚刚在采访中提到的白吉白少爷，此刻已来到了魔术师利托斯特和其搭档多尼戈尔的面前。难道白少爷这是准备第3次开价，向利托斯特买下多尼戈尔吗？你来这里干嘛？就不怕我身上10年的街味熏死你？你应当知晓，我不曾有嗅闻此类气味的怪癖，也不认为你有这样的味道。我只是对你产生了兴趣，小狗。第一，我不叫小狗，我叫多尼戈尔。第二，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多尼戈尔就是饿死，死外边，从这大楼上跳下去，也不会看你的钱一眼。第三，我和利托斯特相识多年，你以为区区一点小钱就能破坏我们的关系？做梦吧你！区一点小钱，有意思。我父亲都未曾对我说过这种话。小狗，我必须承认，你的话吸引到我了。说起来，你们刚刚是在讨论街头魔术的未来吧？关你屁事！的确不关我事，我只是忽然意识到，最近天好像转凉了，说不定街头魔术也该趁着这股凉风，彻底消失在时代的车轮之下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小狗，你仍有选择的机会。至于你，利托斯特大师，你只需接受我的提议，再拿走这个箱子。如此，你们都能过上比现在好千百倍的生活。果然，白少爷豪掷千金，但多尼戈尔仍旧不为所动。让我们再看看利托斯特大师。哎，大师他……大师眼底闪过了一丝犹豫。多尼戈尔似乎注意到了这个微小的瞬间，竟然也露出了相当受伤的神情。高洁的道德，纯粹的友情，难道真敌不过金钱的诱惑吗？利托斯特，你刚刚在看他的钱，是吗？我……好，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可以随时抛弃的妻子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我待在这里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情况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而且，利托斯特为什么还是站在原地不说话？他难道真打算把多尼戈尔卖给白吉？无论如何，总不能让多尼戈尔就这么走掉。我们先追上他吧，这样也会有更多与七树交流的机会。唉，又要动起来了，好麻烦。德丽莎主教想偷懒吗？现在还不可以哦。哼，我只是在做心理建设而已。